我是恶毒女配，但美得惊为天人。作恶多端被主角团抓后，男配看到我的脸愣了一下，他也才是个20几岁的小孩，也没犯多大错，王者幸运分扣1分得了。女主气得骂他，你这也太双标了吧，他不就长得好看了点吗？说罢，他用力扳过我的脸，仔细看了一眼，动作突然变得温柔了起来。话又说回来，我觉得你说的挺有道理，不然罚他 QQ 禁言1天得了。话音刚落，男主一脚踹开大门，清冷的脸乌云密布，抓到了。女主点头，指着我，就是他。不过男主凌厉的视线落在我身上，只1秒，他原本冷若冰霜的脸红了，出门出得急，还没来得及洗头，等一下我再来。正文开始，系统让我当恶毒女配。我彼时正在用热水浇对家公司的发财树，听到后困惑的转头问他，怎么演？我不会呀。系统瞥了眼我的动作，沉默了一下，你收敛点就行了。哦，好。我挠了挠脑袋，把热水换成了冰水。保安冲上来要赶我，喂，你干什么呢？看到我的脸后，他默默又给我递了一杯冰水。因为从小坏心眼子很多，爸爸妈妈认为我是超雄，把我扔在了孤儿院。但系统觉得我是出演恶毒女配的天才，他调出我过去的影像，边看边对我啧啧称赞。看看你5岁上幼儿园，一个小朋友要坐下的时候，你把他凳子抽走了，让他摔了个屁股墩儿。我其实是因为那个凳子腿坏了，我想帮他换一下凳子。谁知道他那么等不及，我还没来得及开口，他就坐下来了。系统继续，看看8岁上小学的时候，你抢走了人家的午饭，让人家饿了1中午肚子。其实那是因为我看到一个蟑螂爬进了那个小朋友的餐盒，于是吓得一把夺过他的饭扔进了垃圾桶，还没来得及和他开口解释，小胖子就哇哇大哭去告老师。我也很委屈啊，最后被逼着道了歉，因为校长拍着自己油光满面的大肚子打包票，我们学校年年获得全国干净得1批1等奖，绝对不可能有蟑螂。系统继续，看看你高中时班花刚要和校草告白，你就把人家校草按在墙上强吻了。其实是我脚一滑撞到了他嘴巴上，刚要起身道歉，他竟然按着我继续亲，还掐着我的腰不放开我，大拇指指甲都快抠进我肉里去了。他绝对是暗恋我，毕竟我长那么妖艳，但这些事都再也无从考证，也没办法解释了。系统关掉屏幕，还有很多很多，对这些行为我的评价只有3个字，我迟疑道，太恶毒。系统拍拍我的脑瓜，错，是太酷了。他拉着我，眼神冒光。我一直在寻找一个天生的反派，你简直是众望所归。你坏的一马当先，二话不说，3心2意，4世同堂，5湖4海，6神5主，7上8下，8面玲珑，9牛1毛，10全10美，简直天赋异禀。我竟无从反驳，无言以对，因为此刻我被他的话激得热血沸腾，听起来真的很心动啊。既然当不了主角，不如当个恶毒女配，当个天赋反派。人嘛，两笔而已；人生嘛，就是个活生生的2笔呀。敢闯，敢做，敢当，坏的通透，坏的彻底，坏的一骑绝尘，是我们大反派的至理名言。所以现在我该做什么？我摩拳擦掌，跃跃欲试。首先，系统把我脑袋按回草丛，你去把女主下肢推进水里。我犹豫了，这不太好吧？系统突然大喊：“许甜甜！”道，条件反射，我站直了身体。你是谁？我是人。系统，你是恶毒女配大反派。好的，我是大反派许甜甜。系统欲言又止，就是这个名字有点不太像大反派，但是没关系，系统把自己哄好了。我数3、2、1，你就上。好，我压了压腿，我准备好了。好，3、2、1，冲！话音未落，我从草丛里冲出来，一个滑铲飞到女主下肢面前。下肢惊了一下，请问你是？我邪魅一笑，伸手一推，只听扑通一声，水花四溅，下肢栽进了人工湖里。救命啊！救命！她呛了一口水，抬手挣扎着钻出水面，一张漂亮的小脸煞白。我桀桀笑了2声，哈哈，现在知道我是谁了吧？突然，一个冷脸帅哥不知道从哪里钻出来，一把将我推开，跃进水里，把女主救了上来。快跑啊，许甜甜！不跑等着被男女主打吗？系统恨铁不成钢啊！原来刚刚那个高个子大帅哥就是男主啊！早知道偷摸2把腹肌了，不过总觉得他长得很眼熟，怎么这么像我高中强吻的那个校草啊？跑啊！系统又催，于是我撒腿就跑，没注意到身后被救上来的女主用感激的眼神看着我，对男主说，就是他，刚刚我中暑了，差点晕过去，那个姑娘很聪明，把我推进水里降温，就是他不知道我不会游泳。说罢他叹了口气，可惜道，就是他做好事不留名，离开了，下次见到他我一定好好感谢他。男主沈问书站在原地，看着我离开的方向，若有所思地捻了捻残留着温度的指腹。这个是男主住的地方。我看着面前一栋树林阴翳的别墅，恨有钱人，恨得牙痒痒。对，现在男主正在浴室里面洗澡，我略施小计把门锁弄坏，你进去把门口保姆刚放的换洗衣服偷走，为男女主创造条件。等会儿女主就会来做客，你在这之前离开就好了。系统兴奋地打了个响指，来吧，大反派！大反派3个字让我飘飘欲仙。我毫不犹豫地推开已经被破坏的门，走进去。不开玩笑，别墅里面就像维也纳大厅。系统给我导了1个小时航，我才找到男主卧室。男主还在洗澡吗？系统调出影像看了一眼，是的，在泡澡，然后抹了抹流出的鼻血。我羡慕极了，死系统是这么好，让我看一眼。不行，快去吧你！系统一脚把我踹到浴室门前，门前放了一个置物架，男主的换洗衣物都在上面。我一把抱起来就跑，嘿嘿嘿嘿嘿！谁知脚底下不知道绊到了什么，身体瞬间失去了平衡，砰一下摔在了地上，手里的衣服天女散花一样飘落满地。我捂着屁股，哎呦哎呦！忽的，只听咔嚓一声，浴室门开了，一阵氤氲的雾气中，男人探出半个身子，乌黑的发丝凌乱，半遮住极淡的眸色，分明的水珠从沟壑清晰的腹部滑进围在腰间的白色浴巾里。系统的鼻血刷又流了下来，而我
只顾得上关心自己差点摔成8瓣的屁股，对着一旁的镜子照来照去。系统，我屁股是不是扁了？我练了8个月普拉提呀！一招摔回解放前，呜呜呜！没人回我，一转头根本见不到系统的半个影子。站在我面前的是个神色极冷的男人。看清脸的那刻，我心脏都快跳到了嗓子眼。我雷个大豆油啊！审问书怎么出来了？死系统，都不提醒我一下，你跑了，留我一个人收拾这个烂摊子。还好我从小脑子就灵光，我立马鞠了个180度的躬，脸都快贴上大腿了，然后笑眯眯的抬头，你好呀，我是你家新来的保姆。话音刚落，审问书蹙了蹙眉，漆黑冰冷的眸子一下子盯紧了我。保姆，我脸都快笑僵了。是的，少爷。是吗？审问书突然迈开长腿朝我走了过来，距离一下子拉近，我都能感受到男人身上蒸腾的热气，下意识往后退了一步，被忽地抵住了冰冷的墙面，而男人仍然在靠近我，直到把我逼近角落，他才停下，半垂着眸子看我，两人的发丝几乎都缠在了一起。对上他晦暗微涩的目光，我慌了一瞬，但很快镇定下来，强迫自己抬起头，倔强地看着他。你干嘛？别过来呀，我咬你了呀！殊不知此刻的自己在他眼里就像一个走投无路，只能张牙舞爪吓唬人类的小猫，毫无攻击性。所以沈文书笑了一下，许甜甜，不认得我了吗？我此刻神经高度紧张，不记得，你快让开，你有口臭。沈文书面色僵了一下，后槽牙都要咬碎了。你说什么？哈哈哈，开玩笑的，我生怕他一个大嘴巴子呼上来，立马服软。我瞎说的，我嘴巴贱。沈文书眯了眯眸子，忽地抬手掐住我的下巴。不记得？好，那我帮你回忆一下。说罢，猛地加重手上的力气。下一秒，两人几乎鼻尖相抵，呼吸交融。我被突如其来的温度烫到，瞪大了眼睛，脑子蹦出无数个想法。俺是全村有名的清纯玉女，俺不要吃嘴呀！于是就在两人嘴唇即将贴上的那一刻，我一把捂住他的嘴，但因为速度太快，下手没轻重，只听啪一声，我给了沈文书的嘴巴一个响亮的嘴巴子。气氛凝固了，10分有12分的尴尬。原本暧昧的氛围烟消云散，只剩下两个人大眼瞪小眼。哈哈，我干笑了2下，想说点什么来缓解一下尴尬，于是道：你嘴巴好像有点干，是不是水喝少了？然后顺手揉了2把，空气更寂静了。很好。我放下手，瞅准机会，猛地从沈文书胳膊底下一扭一钻，就像从闰土胯下逃跑的茶，最后被水灵灵揪住了后脖梗。许甜甜，沈文书的声音冷得像冰。这回我笑不出来了，缩着脖子求饶。我错了，其实我认出你了，你是高中被我强吻的校草，对不对？我再也不到处散播你暗恋我的谣言了，对不起对不起。苍蝇搓手道歉。沈文书，其实散播了也没关系。他有些不自然地偏过头，耳间泛起一丝绯红，毕竟是真。那怎么能行？我义正辞严打断他。我回去后就辟谣，咱俩清清白白，绝无瓜葛。你不可能暗恋我，你要是暗恋我，那天打雷劈，不得好死。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，沈文书的脸似乎越来越黑，阴沉的像是要下雨。保姆是吗？终于他忍不住打断我，那你好好干吧，我先换衣服睡觉了。好的，少爷。费了那么大劲儿，看他终于信了，我松了一口气。衣服呢？两人视线同时落在地上，还没松下来的一口气重新掉了回去。我去帮你找。从柜子里翻出新的睡衣睡裤，我塞进沈文书怀里。好了，快去换吧。沈文书站在原地不动。还有呢？还有什么？内裤啊。他点了点我的脑袋，轻描淡写道。听到这2个字，我脸红得发烫，结结巴巴道：那个呀，你没长手吗？不能自己拿。我立马低头。好的，少爷。内心实则暗骂死变态。收拾好后，他指着自己卧室旁的一间刺我：你以后睡那里。我连连摇头。那怎么能行？我配吗？那不然睡在我房间。沈文书淡淡道。我立马推开刺我的门，突然觉得自己挺配的。沈文书一走，系统立马钻出来了。怎么样啦，宿主，刚刚还顺利吗？说罢往我怀里塞了200块钱。呀，脾气一下子就没了呢。我原本愤怒的嘴角一个急转弯，变成了上扬的笑容。还行，毕竟我是天赋反派，拿捏一个小小的男主那不易如反掌。系统 PLPA 给我鼓掌。而且靠宿主你的聪明才智留在这里，以后行动也更方便了。不过我极度的牙痒痒，怎么让沈文书混了个男主，我却是个女配？系统冲上来捧住我的脸。什么话什么话这是？你可是天才恶毒女配，人人畏惧的大反派。我按捺住再次上扬的嘴角。好了，别哄我了，快给我哄成胎盘了。当沈家的保姆真辛苦，5点半就被喊起来做早饭。我边睡觉边搅拌鸡蛋，不小心蹭到了一碟刚洗好的碗，只听稀里哗啦噼里啪啷，全碎了。我心惊胆战地看着面前的烂摊子。系统捂着脸，人怎么能闯这么大的祸？不苟言笑的管家推门进来，发生什么了？谁在开枪？我立马认错的低下头，不小心打碎了几个碗，对不起。管家看着一地碎片，沉默了一下，你确定就几个吗？20几个吧。管家怒了，你知不知道这些碗是从英国空运过来的，每一个都价值上万，把你卖了都赔不起。我吓得浑身一抖，抬头眼泪汪汪的和他对视。那怎么办？那当然是赔。看到我脸的那一刻，管家眼睛羞得亮了，话锋紧急一转，那当然是陪我去和沈少爷道歉了。你看起来那么善良，怎么可能是故意的呢？绝对是我把碗摆放的位置不对，都是我的错，你不要太自责，我一会儿就去沈少爷那附近请罪。这不太好吧？我有些心虚，毕竟一个碗要上万。哎呀，在一瞬间有100万个可能，这些碗的归宿可能就是如此，不必在意，美丽的小姐。管家弯腰，从这里走，小心点不要踩到碎片，划伤你嫩得像花朵般的皮肤。系统悄悄附在我耳边道，他怎么变成小莎士比亚了？不知道啊，我莫名其妙，可能他是个文艺中年吧。做完早饭后，我在花园修剪灌木丛，系统闲得无聊，变成了一个胖胖的保安，在周围耀武扬威的假装巡逻。
有其他保姆路过和我们打招呼，见到我，他笑眯眯道：“宝，早安。”见到系统，早，保安。系统，我恨双标人，快，女主夏之来找审问书了。系统给了我800个嘴巴子，我没醒，于是他又给了我800个嘴巴子，我醒了。你有病啊！我刚眯着，我一怒之下怒了一下，翻身继续睡。系统急得拽着我的衣领，现在是展现你反派词风的时候，快起来给他一个下马威。我一想，对呀，于是疼得跳起来就要往门外冲，跑，就知道跑，整个家都要被你跑散了。系统恨铁不成钢地拉住我，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啊，怎么了？我照了照镜子，里面的女孩身形清瘦，穿着背心裤衩人字拖，顶着个乱糟糟的鸡窝头。快坐下，你是我们大反派的颜面担当，可不能就这样出去丢人。说着，他变成了托尼的样子，把我按在化妆桌前。一番折腾后，镜子里的女孩简直像换了个人，一头蓬松的栗色微卷长发，卷翘的睫毛下眼睛又大又明艳，眼睛旁还点缀着一颗痣，随着笑容跳动，让人挪不开眼。再换上一身白色的公主裙，整个人漂亮的不像样。我匆匆照了个镜子就往门外冲，系统忙拉住我，你得演得矫揉造作，柔柔弱弱一点，等会儿破坏男女主感情就靠你了。我犹豫了一下，掐着嗓子挤眉弄眼，这样吗？系统看着我扭曲的表情，沉默了几秒，算了，你原来就挺好的。好的，我提着裙子撒腿就跑。这个时候男女主都在餐厅吃饭，我一脚踹开餐厅门，阔步走了进去。怎么吃饭不叫我呢？说罢，在两人困惑的眼神中，淡定地走到餐桌前。哎妈，吃的挺好啊，我和系统天天风餐露宿，今天刮东南风就吃不饱了。男女主倒好，牛排鱼子酱，火鸡意面红酒，整挺好啊。一股怒意从心底漫起。咦，没我的椅子啊，这可难不倒我。我径直走向审问书，这人竟然一点也没讶异，只是挑了挑眉，抱着手臂好整以暇地看着我。看吧，一会儿就让你失去男主从容镇定的风范。走到他面前时，审问书抬头看着我，眸光闪烁。今天，话音未落，我转身一屁股坐在了他腿上。靠，他腿上的肉怎么这么硬，硌得我生疼。不过没事，马上就可以欣赏到审问书大发雷霆的样子和女主破防的神情了。我隐秘又兴奋地期待着。然而过了大概10秒，大家都一动不动，女主的表情却从一开始的疑惑到讶异，再到现在的欣赏。啊，是我看错了吗？他的心上人被恶毒女配占便宜，他难道不应该愤怒地过来抽我嘴巴子吗？还有审问书，他怎么没一把将我推开，再大骂我不要脸呢？等等，审问书动了，哈哈，我就知道他忍不了。审问书手动了，放在了我腰上，对，就是这样，把我一把推开，让我狠狠摔在地上。下一秒，审问书搂住了我的腰，把下巴搁在了我的肩膀上，轻轻蹭了蹭。许甜甜，我等这一天等很久了。啊，什么东西？是我精神错乱了，还是他脑袋坏了？他在干嘛？被搂住的一瞬间，我全身发麻，整个人看起来完全窝在了审问书的怀里。见我不动，审问书更紧地抱住了我。甜甜，呼出的热气扑在我的耳尖，我的身体忍不住颤了一下，下意识看向女主的方向。本以为她会因为审问书这样亲密的对我而醋意大发，过来揪住我的头发和我扭打在一起，但事实看起来完全不对劲，因为夏枝的眼睛在冒光，还一脸姨母笑。怎么说呢？就好像在磕 CP 啊！这个世界终究还是颠了吗？她还是女主吗？不，这绝对是我的错觉，再也忍不了了。因为审问书的手开始不老实地摸上我的耳朵，还在轻轻摩挲，被触碰到的地方窜起一道电流，让人心尖一颤。我忍无可忍地推开他的手，跳起来。你有病啊！审问书眸色却越来越暗，黑沉的眸子盯紧了我，像是在盯着什么势在必得的猎物，莫名的让我打了个哆嗦。系统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怎么感觉哪里不对劲啊？我默默呼叫系统，审问书怎么还报上来了呀？系统观察了一番，附在我耳边猜测道：审问书是不是想让夏枝吃醋？可是夏枝根本没吃醋啊，还一脸奇怪的兴奋。系统挠脑袋，是不是因为她是女主，所以会表现得大度一点，但回家后会躲在被窝里偷偷哭着骂你，然后打电话给男主求安慰，两人重归于好，浓情蜜意，蜜里调油，好像有点道理。我摸了摸下巴，毕竟是男女主，肯定让人捉摸不透的，所以快继续啊！系统催促我，趁热打铁，继续激化矛盾，让他们最好能当场表现出来。于是我再接再厉，从盘子里插起一块牛排喂给审问书，来，张嘴，小飞机来喽！审问书还真乖乖张开嘴咬上那块牛排，但是目光却一直放在我脸上，眼睛一眨不眨。只见他牙齿轻轻咬住，舌尖一卷，肉便落在了他口中。咀嚼3-5下后，喉结一滚，咽下去后，男人舔了舔唇角，谢谢。他轻声道。明明很正常的吃饭，我却看得有些口干舌燥，心口也有些痒痒的。我不自然地移开目光，为了让夏枝吃醋，这演的也太犯规了吧！我下意识也咽了下口水，莫名有了中那块牛排是我的感觉。女主的反应呢？我想起了正事，扭头去看夏枝，只见夏枝瞪大了眼睛，面色有些不太好。啊，果然，她肯定吃醋了，说不定想把那盘牛排倒在我脸上，正高兴呢。夏枝忽然站起身，不好意思，肚子有点不舒服，我上个厕所。嘿嘿，看来是看不下去了，要躲开我们不想看我们亲密了。好时机啊，快去厕所！系统催我，等他出来你就明里暗里嘲讽他一波，再绊他一跤什么的。好，悄悄跟到厕所，我扒在门上偷听，是不是在打电话跟闺蜜背地里蛐我呢？然而听了半天却什么也没听到，失望的想站起身，忽的门被人敲了下，是许甜甜吗？我吓了一跳，她怎么知道的？我没发出声音啊，她是不是在炸我？正愣在原地胡思乱想，夏枝又开口了。这个厕所门有特殊设计，从里面看是可以看得到外面的，简直干了个大尬。能看得到？
那岂不是我刚才扭着屁股扒在门上的样子全被他看到了？我悲愤欲绝，表面淡定，哈哈，吸我呀吸我呀！是这样的，我好像来例假了，可以帮我拿一下卫生巾吗？我刚想答应，系统提醒我，别忘记你恶毒女配的身份。可是我迟疑了一下，我也是个女孩啊，这不冲突吧？作为恶毒女配，我的任务是破坏他们之间的感情，但私下里我也可以选择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吧？我是个有原则的反派呀，可以伤人心，但绝不伤人。有道理啊！系统细细思索了一番，说得好，你简直是恶毒女配的标杆，这才是我们大女主。清醒！把卫生巾递给夏芝的时候，她隔着门缝笑了笑，果然没有看错，你真是个善良的好女孩啊！我嗤之以鼻，哼，我可是恶毒女配，大反派，还善良呢，根本和我不搭边的好吗？真是个容易被一点小事感动的愚蠢主角。看我一会儿怎么跟你抢男主。夏芝出来时，他的椅子已经被我坐了，他没地方坐了，只能很有礼貌地笑了2下。那我先走了，今天吃得很开心，再见啊，甜甜。哎，等等，他怎么要走？走了我表演给谁看啊？于是我只能把椅子让了出来。来，你坐吧，你坐。来回拉扯了10分钟，最后是我和夏芝面对面坐着吃饭，沈问书在一边站着，但他不看女主，还是一直看着我。哎，还真是个锲而不舍、表演欲超强的男人啊！我知道你是想让他吃醋，不过你好歹还是得看女主2眼吧。你这样回去得跪搓衣板吧。我叹了口气，还是准备帮帮这个可怜的男人。哎，夏芝，你手怎么破了？还流血了？我惊呼道，一边扭头去看沈问书的反应。自己的心上人受伤了，你总得关切一下吧，给你个台阶下，可别不识好歹。但沈问书眼睛愣是一眨不眨看着我，一点没分给女主。不是吧？玩儿这么大，我都有点害怕了。没有啊，这是不小心沾上的番茄酱。夏芝解释道。啊，那可能是我看错了。我重新埋头干饭。夏芝放下刀叉，准备去够远一点的菜，谁知袖子不小心碰到刀，啪一声就往桌下掉。哎，万一砸到人脚怎么办？想都没想，我伸手拦截，结果刀也没握住，手还被划伤，一道红色的伤口跃然眼前。还没反应过来，只感觉一阵风经过，沈问书就已经跪在我身前，面色难看地捧起我的手。掉就掉了，为什么还要伸手去够？不知道那刀很锋利吗？男人抬眸看着我，眼底中划过一丝担忧，但更多的是阴冷和黑沉。我的心脏猛地跳了一下，被握住的手温度变得滚烫，我想抽回来，却被狠狠摁住。哎呀，不疼的，小伤口吗？别动！沈问书打断我。夏芝动作很快，已经叫人拿来药箱。沈问书拿到之后就迅速打开，熟练地给我消毒涂药，动作细致耐心。系统在一旁凉凉道：“再不快点涂药，伤口就要愈合了。”看着看着，系统突然道：“夏芝，看到你们的互动，面色好像隐隐苍白，要不然你亲沈问书一口，加强男女主矛盾。”哎，对呀，我赞成，这多刺激，嘻嘻，我喜欢。于是趁沈问书垂下头收拾医药箱的时候，俯身凑上去，在他脸侧亲了一口。男人身子瞬间僵住了，微长的碎发遮住了眼睛，看不清神情。我丢死，系统，他不会觉得恶心要给我嘴巴子吧？我担忧的往后缩了缩脖子。那你就赶快跑，我给你打掩护。刚想脚底抹油开溜，沈问书忽地站直身体，伸手勾住我的腰往上一提，我就被抱在了餐桌上。你干嘛？我抵住他越靠越近的胸膛，心脏莫名跳得越来越厉害。系统，女主呢？她是不是特别生气，想冲上来揍我？我转头去找女主，却发现人影早没了，餐厅门还被贴心的关上。再回头时，沈问书已经挤进我的膝盖之间，手臂撑在我身侧，把我牢牢困住。刚刚是不是亲我了？他垂眸盯着我，看不出喜怒，呼出的热气打在皮肤上，让人胸口发麻。我立马认怂，我该死，我这死嘴。说罢，伸手想打自己一巴掌。大反派审时度势，能屈能伸。下一秒，手腕被人一把攥住，我要亲回来。沈问书抵住我的额头，视线下落，亲亲亲。我眼睛一闭，把侧脸凑上去，别打我就行，随你亲。不是这里。下巴猝不及防被人抬起，刚想睁眼，微凉的触感贴上我的嘴唇。你见我张嘴。沈问书勾起嘴角，毫不犹豫攻城略地。他的吻又凶又急，像是隐忍了很久。我实在受不住，挣扎着去推他，却被搂住腰，按倒在餐桌上，桌腿发出危险的吱呀一声。联想到我们正在吃饭的地方做什么，心底涌起浓浓的羞耻感。系统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救我呀！我在心底呐喊。系统用2根手指捂住眼睛。哎呀，你先享受，等下再说。我井号100分号，直到不知过了多久，我快要喘不上气时，沈问书才把我放开。他又凑上来亲了亲我的鼻尖。宝宝，语气温柔。我大惊，你喊我什么？宝宝啊！沈问书撩起我耳旁凌乱的头发，塞在后脑，眼尾轻勾，笑得像是只狐狸。你不是要和我谈恋爱吗？我答应了。啊，他抽风了吗？他不是男主吗？不应该去追女主和女主谈恋爱吗？我通过刚才的吻认识到一个可怕的事实，好像沈问书是认真的，他真想和我谈恋爱。系统，怎么回事？我在心里大喊。系统正坐在桌子上大口吃剩下的牛排，闻言后敷衍道：不知道啊，导员也没说啊。我闭了闭眼睛，义正辞严拒绝。刚刚不是故意的，是不小心的，哈哈，对不起，让你误会了。我可是恶毒女配大反派，谈什么恋爱，搞事业呀？我要走大女主路线。虽然她的吻技确实挺好的，我下意识回味了一下，反应过来后，真想给自己一个嘴巴子。干！我在想什么？不是要当好一个大反派吗？误会。沈问书微眯着眼睛，语气危险。可是我当真了。说罢，他扣住我下巴，又要吻上来，吓得我一把推开他。这可不行，这是另外的价钱。女主的剧情得加钱吧？系统拍拍吃饱喝足的肚皮，加不了一点。我怒了，那可不行。然后跳下餐桌就跑。反派不发威，把我当病猫了是吧？看我今晚不给你们点下马威。
于是我偷偷溜进别墅后的小农场，抓了3只鸡、2只鸭、1只兔子，在后院搞了个烧烤架子。嘻嘻，以后我每天都这样吃，早晚有一天把你吃穷了。系统拍手叫好，宿主真棒，宿主真厉害，分我一口吧。两人正埋头苦吃，丝毫没注意到一颗火星蹦了出来，跃进一边的干草堆里。咦，宿主，你有没有闻到什么烧焦的味道？我头也不抬，抱着一只烤鸡啃，可能是那只鸭烤焦了，别管，够吃就行。于是系统放心的和我一起大吃特吃，直到我感觉屁股后面有点烫，扭头一看，整个干草垛已经燃起来了。快救火呀！系统拉住我，救什么火？快跑啊，宿主！你是恶毒女配，不用管这些。那可不行，我是个有原则的反派。我抓起一边的水桶接了水，就朝草垛泼。系统没办法，只能跟着我一起泼了起来。但火势实在是汹涌，不一会儿，右边的草房也烧了起来，正急得团团转。管家带着消防员来了，快，就在那里！火扑灭后，我被抓了起来，丢在大厅，身上都是烟熏火燎的痕迹，脸上也全是黑烟。管家看不下去，给了我一件衣服让我换洗。刚战战兢兢洗完澡回到大厅，女主夏枝正在质问管家：纵火犯找到了？去哪里了？管家点头：是的，就在你身后。哎，等等！他看到我的脸愣了一下，眼底冒出熟悉的惊艳的光。那个，他也才是个20几岁的小孩，也没犯多大错，王者信一分扣一分得了。因为洗得匆忙，脸没洗干净。夏枝扭头看了我一眼，没认出来，气得骂他：你这也太双标了吧？他不就长得好看了点吗？说罢，他走过来，用力扳过我的脸，仔细看了一眼，动作突然变得温柔了起来。话又说回来，我觉得你说的挺有道理，不然罚他 QQ 禁言1天得了。话音刚落，审问书一脚踹开大门，清冷的脸乌云密布，抓到了。夏枝点头，指着我：就是他。不过，审问书凌厉的视线落在我身上，只1秒，他原本冷若冰霜的脸红了，出门出得急，还没来得及洗头，等一下我再来。夏枝，别装了死庄哥，大家都那么熟了。审问书这才重新转身，走过来抱住我的脸上看下看，宝宝有没有烫到？夏枝把我抢过来抱在怀里，滚啊，谁是你宝宝？他以后是我宝宝了。说罢，他摸摸我的脸，眼神关切。刚刚是不是吓坏了？我知道你肯定是不是故意的，是意外对不对？我下意识点点头。我就说嘛，管家调监控回来了，查到了，许甜甜小姐不是故意的，只是吃烧烤时不小心溅出的火星子。烧烤？众人异口同声，我心虚的低下头。审问书道：你想吃，我下次给你做呀。别说3只鸡了，全杀了都行。夏枝嫌弃的看了他一眼。我们宝宝要保持好身材的，吃那么多干嘛？浪费。下次我带你去淄博吃啊，宝宝。系统也变出人形跳了出来。你们干嘛？他是我的大反派，怎么成你们的宝宝了？夏枝瞪大眼睛。什么大反派？许甜甜是世界上最善良的人，她是正义的化身。审问书抱住我，就是她善良又可爱，根本不会干坏事。管家默默举手。对呀对呀。系统跳脚。你们这群傻灯根本不懂。我在一边默默感慨，看来我的大反派计划道阻且长了呢。全文完。